观看前记得开启 CC 字幕哦。耶！哇，结果上一次我们见面好像也是出国哎，好像是。现在是差不多要12点了。我们刚刚被问可不可以坐在那个考生出口的位置。哇，我们有非常重要的任务，我们就当它过了。不行。大家午安，王静这次找我一起来九州玩。我们除了福冈，也安排了很多其他景点，但这集主要会把福冈的片段都给整理起来。入境之后就搭接驳车，从国际线坐到国内线，一下车就可以看到地铁站的入口。接着从福冈空港站坐到博多站，是闸口而已。然后来这个窗口领在台湾就预定好的九州 JR Pass， 在网络上订购的 JR Pass 跟氪金预约的所有的预定座位，我们都是花钱省时间啦。领完车票放好行李之后，我们就要去吃晚餐喽。福冈的屋台类似台湾的夜市，是傍晚出现的美食摊贩，主要集中在中州、天神还有长滨3个区域，拥挤热闹是它的特色之一。屋台文化最早源起于江户时期，而在2战之后，面对食物短缺还有经济萧条，很多人在黑市里摆设路边摊做生意。到了近代，日本政府因为卫生还有市政的考量，加强取缔，所以屋台就渐渐没落了。但福冈市为了保留独特的屋台文化，制定法规鼓励合法经营，我们才可以在这边品尝到浓浓人情味的街边美食。在去之前就发现中州屋台的普遍评价不高，选了一家入座之后，店员们用日语接待我们，但是互相使用另外一种语言沟通，完全有个跑错国家的感觉。这个饺子比较不推，就是它比较面皮的味道，玉子烧还蛮好吃的，然后明太子的香味。下饭，蛮下饭，就是很鲜，其实蛮香的，有烤过。虽然食物还不错，但是想要体验的是那种日本的屋台文化，所以我跟王静想要血耻，又找了另外一间，结果坐进去一模一样，负责料理的都是外国人，歌曲也是，我们自己觉得好笑也好闹。这家食物就很普通，算一算价格又很贵，觉得体验不是到很好。没关系，就当一下盘子。之后我们有去天神的屋台，我觉得比较赞，所以我推荐天神。这个字会让人有一点误会，误导啦！不要误导我了。来开箱一下我们第1晚的住宿。来参观我们的房间，哇，有小精灵帮忙开门。补充一下，睡一晚的心得是它的床跟枕头都比较便宜一点。哇，就是小巧精致干净。来，厕所第一次看，哇，还有浴缸，好棒哦！哇，免治的。然后这行李架。还有王静，小静，还有冰箱啦，跟热水壶，我是不会用啦。然后它还有男汤跟女汤可以泡，女汤密码，免费的早餐，对，免费的早餐，耶！第一天，今天的宵夜，好睡觉跟好大便，晚安嘞。早安。今天我们先去车站寄放行李，之后就分开行动。王静去看展览，我去结田神社附近。
接田神社主要祭祀3位神明，分别是大幡大神、天照大神，还有须佐之男。这棵超级高的银杏树是福冈的指定天然纪念物，树龄据说有1000年以上哦。银杏树旁边就是高达13公尺的四山立神教，神教上的装饰还有图案都跟当地的历史或是传说有关系，甚至还有动漫人物，真的很高很惊人。在每年的7月，这里也举办著名的博多紫园山立祭。我们刚刚在门口看到的是静态的四山立，还有非常热血刺激的追山立。在追山立的活动中，各流派会穿着传统的兜裆布，抬着山立神教，在街道跟神社之间奔驰。追山立的起源是为了驱逐瘟疫，现在则是象征驱邪保平安。来神社还是要抽一下签的。大吉！参拜完神社，准备去吃早午餐。香家白天是以贩售各式口味饭团的店家，中午时段有3种套餐，我选了花兰御膳，可以挑选2种饭团口味。套餐附上5种时令小菜，还有味噌汤。它的饭团的饭是比较湿软还温温的，然后料是放在外面，分量蛮多的，可以吃很饱。饭团的部分我比较喜欢海老饭团，它有包紫苏叶跟紫苏的脆瓜，吃起来很香。因为下雨了，所以我决定走进川端通商店街。林泉是福冈和果子的100年老店，左边是餐厅，右边是商店。保存期比较短，所以比较不好带回台湾，但是每个都好可口。马上来试吃一下林泉的甜点吧。第一个是包馅蕨饼，里面是很绵密的红豆泥，完全没有颗粒感，我很喜欢。第二款是梨奶最终，像是小叮当的菱形最终。刚刚有铃铛，现在有铜锣烧小叮当。这款是盐味豆大福，它的外层麻薯混入带盐的煮豆，甜中带咸，咸中带甜。最后这个是黑豆黄豆粉牡丹饼，它的糯米皮的部分保留一些颗粒感，所以吃起来就有一点点不一样的感觉。基本上都是红豆、黄豆粉、糯米的组合，所以我觉得变化没有很大，但其实都蛮好吃的。接下来来介绍一下我们在福冈的第2间旅馆，基本上就是自行操作机台入住。大家好，我们快挤死了。这边的房间坪数非常的小，但我记得它也是比较便宜，我们只是拿来过场用的。但我觉得整体来说还是干净的，只是开行李箱的空间会不太够。基本的空气清净机、冰箱、热水器它都有，然后它的厕所也还是有附赠浴缸。然后我们去的时候，当下有一点点烟味，所以可能要注意一下。这天我们在天神逛完街，肚子超级饿，但因为有了上次在中州屋台的体验，
所以我们就赶快上 Google 找离我们最近、评价又最好的一家天神屋台。他们是2个阿姨跟1个叔叔在经营的，还一边喝酒一边料理，还蛮好笑的。但是他们都非常的好客，然后也会用他们会的中文跟你沟通。这个煎饺是阿姨现包的，我觉得超级好吃。它的皮非常的薄，很像是馄饨皮做的煎饺。然后馅虽然会掉出来，但是很油很香，然后皮很薄，然后下面就煎得脆脆的，然后是现包现煎的，很好吃。现场可以看到他们盛装跟摆盘的样子，然后老板推荐我们加白芝麻还有红姜，他们说好吃。也许口味不是最特别的，但是感受到了他们的朴实、真诚，还有人情味。我们跟老板用简单的中文还有日文聊天，甚至还跟隔壁桌的韩国朋友语言交流，聊一些兴趣跟时下的流行。这就是日文中所谓的一期一会吧。耶！今天要去太宰府，我们准备要出门喽。王静是个细心的人。这天早餐我们选择了麦当劳，还有它的松饼堡，因为台湾是限量的，这边是想点就点。我们这次是直接刷JR Pass 进来，然后坐自由座。一般大家可能会选择搭巴士或是西铁到太宰府站，但我们想要把 JR Pass 用好用满，所以我们搭了特急，大概10分钟就可以到二日市，然后走15分钟到西铁的二日市站，最后搭太宰府线就到了。从西铁站出来后，就是往天满宫的参道，两旁都是商店，还有土产店。这就是排摸牛牛的队。进入神社前会跨过3座桥梁，两端是拱形的太古桥，中间则是一座平桥，也是代表过去、现在与未来。渡过这些桥梁也有洗涤身心的意涵。太宰府天满宫是12000座天满宫的总本社，它的主祭神是学问之神菅原道真，所以吸引许多学生来此祈求学业顺利、考试合格。里面总共有11尊御神牛的青铜雕像，据说摸牛的头会变聪明，获得智慧。临时本殿是由大阪万博巨型木造大屋根的建筑师藤本壮介设计的，屋顶上种满了梅花等50种草木，我觉得像是天空之城拉普达一样。菅原道真是平安时代著名的文人学者与政治家，因为遭到诬陷，所以被流放到太宰府。他逝世后，当地灾疫频传，大家认为是他的怨灵在作祟，所以才建了神社供奉。御本殿建于1591年，是典型的桃山时代神社建筑，颜色艳丽，雕工华丽生动。
目前从2023年进行大整修，预计耗时3年。本店右侧是最有名的飞梅，它是菅原道真最喜爱的一棵梅树。相传菅原道真思念京都自己家的梅树，一夜之间梅花树便飞来太宰府与他团聚，这就是飞梅故事的由来。求职要努力，旅行最近应该可以。不好就把它绑起来。变聪明了。接着我们搭来回巴士到灶门神社，它的班次不多，所以要先看好时间再去参拜。灶门神社供奉着日本神武天皇的母亲御医姬命，是守护美貌还有缔结姻缘的神明，是非常灵验的恋爱神社。除了求恋爱之外，也可以求好人缘。由片山正通所设计的授予所，结合传统的技术和现代设计，非常的有质感。御守也设计得很年轻活泼。这里也被视为《鬼灭之刃》的圣地。来抽恋爱签咯，天满宫也可以抽这个一样的签。它上面除了有合格之外，还有建议对方的血型、星座、年龄差，也有给结婚的建议，这样子蛮可爱的。王静抽的是生日月份的签。你运气太好了吧？已经第几个了？我们是上下车都刷西瓜卡，记得是后门上前门下。回到太宰府前面的餐道吃吃喝喝。这边的一兰拉面使用五角形的碗，跟日文中的合格发音相似。可惜想吃的已经卖完啦。天山最有名的是干王草莓大福最终，最终是鬼瓦造型，非常有特色。我们是一来就要吃。对啊。最后我们点了蕨饼串，还有干王葛粉冰棒。转一圈。哇，西瓜，很像对西瓜。好有夏天的感觉哦。QQ 的吗？啊，好酷哦！它就是一个介在冰棒跟果冻之间的口感。这个是角煮鳗，应该就是台湾的刈包。日式的红烧五花肉夹在白馒头里，其实蛮好吃的。这是刈包，然后没有香菜，没有什么花生，100多的刈包。对，而且它这样超爽。哎，再大声一点啊！我们现在要吃这个茶泡饭，用自动贩卖机购买餐券，再交给店员就可以了。明太子的咸度辣度刚好，跟饭好搭，又可以喝到高汤。可能逛了整天还没吃到午餐吧，真的好暖胃，吃得好开心。这家是魏延吴设计的星巴克，也是非常有名。最后来吃这里最有名的梅枝饼，它不只是太宰府的必吃点心，更有深厚的历史典故。相传是一位老妇人同情菅原道真的遭遇，将自制的红豆饼插上一根梅花树枝作为心意送给他，这就是梅枝饼的由来。看名字以为里面有包梅花或是梅子，其实只是上面印有梅花图案而已啦。
它的内层包裹红豆馅，用铁板煎的外酥内软，外皮有淡淡的爆米香的香气。其实它有一个很漂亮的内用区，就藏在隔壁的伴手礼店里面。难怪我就觉得很奇怪，因为我在网络上有查到，结果它藏得很隐秘。他们前面的选品也很可爱，很有日式的风情。这天有别的安排，所以比较早回去福冈。开箱第3天，福冈的住宿就是我们最后一天住的天神的 My Stay， 有冰箱。热水器基本的，然后这边是镜子跟挂钩。它的内装就比较复古，因为算是老饭店了，比较有一点历史的感觉。但我蛮喜欢它的配置，就是还有书桌。这边感觉就2个行李箱没问题了。然后厕所，有浴缸太棒了，蛮大，跟第一家差不多大。可是它有一点点潮湿的味道，闷闷的味道，也不算潮湿。好啦，整体还不错，就是比较旧一点点的。有力。接下来我们要去吃期待很久的药院烧肉。我们在台湾就先预定好这家非常热门的烧肉店。他们可以用平板点餐，有中文，非常的方便。推荐不知道点什么肉的人，直接点精选7种肉拼盘。来看看那个油花。他们有附上介绍肉部位的字卡，但是肉上烤网之后，就全部都认不得了。但总之不是好吃，就是超级好吃。黄记好赞哦，他会烤肉。我们狂点生菜，还有它附上的蒜片跟酱料。除了增加风味之外，也很解腻。这是盐味牛舌、上皮五花肉，还有横膈膜。我最喜欢横膈膜。我们还有点它的鸡蛋汤，里面有芝麻油，超级香。硬要挑缺点，就是吃的有一点赶，但还是吃的很满足。这个价位在台湾吃不到这么好的肉片。所以觉得很值得。吃早餐，然后要开始逛街买东西了。今天的早餐也是预定好的炉端烧，这家很常在大家的推荐餐厅中。它的品项只有银龟定食跟蒲烧鳗鱼定食2种。入座之后，店员就会开始依序准备炭火，还有放上要烤的鱼肉，有一块半轮的鲑鱼，还有一个带卵的柳叶鱼，跟2小块鲑鱼肚。超厚的鲑鱼肉用炭火烤得刚刚好，没有焦硬掉，里面保有超多水分，吃起来很惊艳。2小块小鱼肚油脂丰富，满满的香气。然后这个用陶锅炊煮的白饭超级好吃，晶莹剔透，又香又 Q 弹。然后脚煮的小菜我觉得很好吃，可以再多给一点。
就是我们当天准时到达了，但是里面几乎坐满了。我们被安排在转角靠门口的位置，一入座就看到桌面上有一层炭灰，才发现炭火炉离我们的位置最近，所以当店员在夹取炭火的时候，我们的桌子这边就会下雪。但因为满座了，所以我就也没办法换位置，就想说赶快硬着头皮吃完，赶快闪人。总结就是食物很好吃，但是可以换位置的话就更好了。吃饱后，我们走到阿玛木达库丹面包店，他们还开了许多系列店，包含很红的 Donut。一进门像是进入童话故事中的小面包店，充满了干燥花还有古董，里面挤满了鲜艳可口的面包，有咸食三明治还有甜甜圈等。就算拥有了众多的人气面包，他们还是不断的研发新口味。但因为店内空间小，所以一次只能进入7名顾客。红色的贩卖机就是面包店的位置，可以到它隔壁的一家低调的蓝色咖啡店内用。记得要点一杯饮料才可以入座哦。可以使用他们的烤箱回烤一下面包。我们买了生卡士达甜甜圈、环形甜甜圈，还有开心果炼乳奶油三明治。里面的开心果口味我吃不太出来，但是是好吃的。环形甜甜圈吃起来有点像小米甜甜圈，但它比较蓬松，也更有空气感。它的外皮也比较酥一些。这个生卡士达甜甜圈也是他们的明星商品，它的面团有揉入烤过的南瓜，增添香气。外皮不厚，口感 Q 弹，咬一口卡士达酱就会从里面爆出来，很好吃。他们的面团都经过长时间的发酵，松软又 Q 弹。我只难过没有买更多，下次会想吃吃看其他口味。我们回到博多车站附近买邮票，接着就是最后的采买行程。吃晚餐前回到饭店努力写作业。这次有提早写。对啊，没收到的朋友不要难过，我真的已经很努力了。你已经很努力了，但还是没有他。现在是最后一步了。我们的作业终于要做完了。我也觉得待很久突然觉得这边路上都会有舞台准备要投递了哦。再见，台湾见。最后一天晚上来吃大名 Number Shot。它是一家日西融合的居酒屋，然后也曾获得米其林指南，可以在他们开放式的厨房看到厨师们精心的料理过程。他们选用九州的当季食材，在经典的日式料理上加上许多巧思还有创意。这是他们的开胃汤，紫薯浓汤，上面加橄榄油还有黑胡椒。我觉得很好喝。这道黑松露马铃薯沙拉把沙拉夹进招财猫造型的最终里面，真的好可爱。我一直以为是甜的。下一道是5种综合刺身拼盘，负责料理的师傅还有过来桌边跟我们一一介绍鱼的名字，还跟我们学鱼的中文。都非常的新鲜，然后非常好吃。看大华一不是吧？这是风个人觉得这道明太子玉子烧猪肉卷很惊艳，
外层包猪肉片，把它煎得焦焦香香脆脆的，吃起来层次很丰富。它的香菇非常的 juicy， 一咬下去，整个汁都喷出来。炸炖萝卜也非常的好吃。这道也是他们的人气餐点，鸭肉盐味丸子，搭配可可还有九州的风味酱油。这个是可可粉。最后是3罐寿司拼盘，师傅也摆得非常漂亮，也非常的好吃。最后是甜点时间，我们叫了烤布雷，还有巴女抹茶提拉米苏。这个提拉米苏不是经典的提拉米苏的样子，可是吃起来就是提拉米苏，非常的酷。他们的用餐环境非常的轻松愉快，店人都笑容满面的。厨师跟师傅还会来跟我们聊天介绍，真的吃得很开心，每一道都很好吃。我们要离开的时候，天气变超好的。要回台湾了，拜拜。我们跟来的一样，选择搭地铁跟接驳车到国际线，准备要去入海关。接着出境之后，就开始逛新的免税商店，有很多美妆品牌，好漂亮，好新，好多店。还有一区是美食街。那福冈部分就差不多到这里结束了。我觉得从福冈机场到市区非常的方便快速，很适合独旅，也适合安排个小周末来这里玩。那除了繁华的福冈市区外，还可以前往大分县泡温泉，或是到熊本阿苏看火山等等，可以体验火之国的壮丽。那这次的北九州之旅还有游步院跟熊本阿苏篇。这次的北九州之旅对我来说是一趟愉快又美味的旅程，相信未来很快会再来拜访福冈还有其他地方。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咯，拜拜。